山珍海味，吃啊吃啊，弄得我轻功都不会了。哎，墙又那么高，哼，幸好我有准备。侍卫来了，快爬！哎呀，哎，这飞旋百炼锁有点靠不住啊！什么声音？这个，快！怎么了？这手上流血！是个女的。啊！你怎么了？皇上吉祥，玉妃娘娘吉祥。什么事儿啊？一清早就把朕给吵醒了。你怎么又变成女刺客了？你真是乐此不疲啊！你这是什么打扮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又是什么？这是飞爪百炼锁。啊！飞爪百炼锁，还有名呢。这当然不是正式的了，这是我临时做的。哎，小周的小凳子把我气死了。我跟他们说铁丝太细了，他们就是找不到粗的，害我从上面摔下来了。你从哪里摔下来？墙上啊，摔得我浑身都痛，还差点让那些侍卫给杀了呢。你半夜三更去翻墙，还带了工具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跟皇阿玛说过，我要到宫外去走走，可是大家都看着我，每一道门都守了一大堆的侍卫。这皇宫是很好玩，可是我想我的朋友了，像紫薇，像柳青，像柳红，还有小豆子，我真的忍受不下去了。胡闹！太胡闹了！你现在已经封成格格了，你不再是江湖上的小混混了吗？你娘怎么教你的？你在哪学的这套下三滥的玩意儿？还飞爪百炼锁呢！哼！皇上不要多弄，格格还是小孩脾气，不知道利害轻重，待臣妾慢慢跟他说啊。朕还记得你娘是个温柔的像水一样的女子啊，她怎么会教你这个江湖上的门道呢？你知道三脚猫的功夫是哪个师傅教的？你不要提我娘了！你细细的我娘，我娘像水还像火，你早就抹得干干净净了。你这个宫里面啊，这个妃那个妃，这个嫔那个嫔，这个贵人那个贵人，我娘算什么？你如果把她放在心上，你会一走这十几年，把她一个人逼在大明湖畔，让她守活寡，守到死吗？放肆！还不给你皇阿玛跪下！说你错了。错什么错？反正谁生我气都可以砍我的脑袋。自从我进了宫以后，我这脑袋瓜子就在脖子上摇摇晃晃的，迟早会掉下来。皇阿玛，我跟您老实招了吧，我根本不是格格，你就放了我吧。格格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跟你皇阿玛斗气要有个分寸，毕竟不在民间。你的阿玛是皇上，我的阿玛根本不是皇上，我的阿玛是谁我都不知道。小燕子，朕知道朕对不起你娘。其实，在几年以后，朕又去过济南，想去接你娘，不巧又偏偏碰上孝贤皇后逝世，一点心情都没有了。那种风月之事也不能办了。朕知道，你一直憋着一口气。今天都说明白了，脾气也发过了，不是格格，这种怄气的话，以后不能再说。朕都明白了，你娘是怪了朕一辈子，恨了朕一辈子啊。
实话告诉你吧，在朕的众多的儿女当中，没有一个敢像你这样大胆、公然的顶撞朕。今天看在你娘的面上，朕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过来。真的还跟阿玛怄气吗？皇上，您瞧格格这张脸，跟小花猫似的，闹了一夜，又翻墙又摔跤，还差点被侍卫杀了。在这等您起床呢，又等了好半天，难怪脾气不好，吓着了，又太累了嘛。你这个坏脾气啊，简直跟朕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皇马说你两句，并没有真的怪你啊，怎么哭了呢？我从来不知道有爹的感觉这么好，妈妈，我好害怕。你这样带我，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。傻孩子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朕心爱的还珠格格了，朕也舍不得让你离开啊。以后想到宫外叙旧，大大方方的去，不要再翻墙。咱们满人生性豪放，女子和男人一样可以骑马射箭，你想出宫也并不难。换个男装，带上你的小凳子、小桌子一起去，不要招摇，要顾虑安全。谢谢皇阿玛，谢谢皇阿玛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啊？过2天你去书房和阿哥们一块儿去念书，我已经跟纪晓岚说过了，让他特别的教你。季师傅的学问好得很呐，你要好好的学。你娘没教你诗词歌赋，咱们把它补起来。季师傅说你学得不错，你才可以出宫。还要念书啊？念好了书才许我出宫，根本是糊弄我嘛！小时候念个3字经已经要了我的命了，现在再念啊，搞不好1、2年都念不好。那我岂不是1、2年都出不去了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哎，给我们2个沏壶茶来，放在那边亭子里，我和福儿也要谈谈。走。切，你是哪个屋里的小贼？身上藏那么多的银子和珠宝，一大清早上哪去？你这小贼，看你往哪跑！千万不可，那是还珠格格。吴阿哥好身手，上一次我被你射了一箭，心里一直不大服气，因为我当时东躲西藏，完全没有防备，所以刚刚想跟你们斗斗，没想到又差点被你砸死。我现在服气了，以后啊再不敢惹你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这个是吧？去，没事了，是还珠格格跟咱们闹着玩的。奴才给吴阿哥请安，给还珠格格请安，给福二爷请安。下去吧，朕没事了。走。你到底要给我多少意外，多少惊奇呢？这样的格格是我一生都没见过的。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，带着那些银子珠宝要做什么？侍卫说，你昨天晚上又闹了一次刺客的把戏，真的吗？你们帮我好不好？我有事要求你们。什么事？我们到书房再去谈。坐。你们4个通通睡觉去。奴才不敢。张嘴！
死了！这个奴才不敢，奴婢不敢，奴才该死，奴婢该死，在我这书房斋里全是忌讳，不许说的。以后啊，你们谁要再说，就从月俸里扣，说一句扣1钱银子，说多了你们可就白干活了，什么钱都拿不到。奴才遵命。记下记下，小邓的第一个犯规，小周子帮我记下来。扎。小遵命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没叫，都别进来。扎。为什么他们不能说奴才？你呀，是当主的当惯了，你以为奴才生来就是奴才吗？他们也是爹娘生的，爹娘养的，给爹娘捧在掌心里长大的，只不过是因为家里穷，没办法，才被送来伺候人的，已经够可怜的了，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说奴才这个，奴才那个，简直是欺负人嘛！我不是生来的格格，我不要这些规矩，我听他们说一次奴才，我就难过一次，我才不要一天到晚活在难过里呢。你说的有理，我们这种身份，让我们生来就有优越感，以至于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觉。确实，这对他们是一种伤害吧。尤其是太监，先伤害他们的身体，再伤害他们的，再伤害他们的尊严呢？对呀，就是尊严什么的，反正把他们都搞糊涂了，连自己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都不明白，怎么跟他们说都搞不清楚。哦，言归正传，你们要不要帮我？帮，一定帮。你要我们帮什么？带我出宫去，把我化妆成跟班也好，小厮也好，小太监也好，就要把我带出去，因为皇阿玛不许我出去。这个嘛，好像不太好哎。你要出去干什么呢？如果你缺什么，告诉我，我帮你去办；要什么，我也可以帮你去做呀。要送个信什么，我帮你去送啊。你不懂啊！我一定要出去。我有个结拜姐妹叫紫薇，我想她，我不知道她好不好，我急都急死了。我要给她送银子首饰去，我还有一大堆话要告诉她。紫薇，夏紫薇，你怎么知道她姓夏？他说他想我，有一大堆话要告诉我。是，而且为了要出宫，昨天夜里去翻围墙，差一点被当成刺客杀掉了，连皇上都给惊动了。那你有没有告诉他夏姑娘在我们家呢？我当然没说呀，没跟你们商量好，我怎么敢泄露天机呢？不过随我怎么看，随我怎么研究，我都没办法相信还珠格格是个骗子，是个很有心机的人。他看来天真的不得了啊！两位少爷不知道，他骗人的功夫啊，可是老道极了。当初我们也着了他的道，他在北京的好多地方都设过骗局，反正骗死人不偿命。金锁，你别插嘴。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小燕子现在是格格，小姐什么都不是。那你要不要见他一面呢？见得到吗？怎么见？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你混进宫去，一个是他混出宫来。可能吗？只要安排得好，当然可能。我额娘可以随时进宫，我们可以把你扮成丫头，跟我额娘一起进宫。进了宫之后，要靠五阿哥里应外合才行。恐怕我们瞒不了五阿哥。这办法好像有点冒险。宫里的人太多了，眼线太多了。还珠格格出了不少事，现在宫里对她都很注意，尤其皇后，等着抓她的小辫子呢。我和五阿哥今天在她那儿坐了坐，我们都生怕会被人一状告到皇后面前，说她行为不检呢。那我们就用第二个办法，照他所要求的，把她扮成小太监带出宫来吧。这也要靠五阿哥帮忙才行。带出来之后，还得送回去。我们信得过五阿哥，他一定不会泄露机密的。夏姑娘，能不能请你们不要叫我夏姑娘？如果不见外的话，就
就叫我紫薇吧。行，那你也不要公子少爷的喊，叫我尔康，叫他尔泰吧。好，你刚刚要说什么？你心里要有个谱。不管小燕子怎么做到的，她确实已经做到了，而且已经让皇上心服口服地认了她，还非常宠爱她。昨天晚上她在宫里翻墙，皇上都不肯追究她，你就知道她的能耐了。可是，如果皇上知道她是假格格，按照皇家礼律，她是死罪一条。你真的想置她于死地吗？我和小燕子是结拜过的，她是我的姐姐。在结拜的时候，我就诚心诚意地向皇天后土禀告过，将来无论我们两个的遭遇如何，我一定对她不离不弃。现在，小燕子顶替了我的地位，当了格格。我虽然懊恼生气，可是她还是我的姐姐啊。如果为了证明我自己的身份而置她于死地，我是绝对不愿意的。现在我想见她一面，主要是想弄清楚，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。这个疙瘩卡在我心里，我是坐立不安。只要她给我一个解释，让我了解真相，我就回济南去，当一辈子的夏紫薇。那，你也不必回济南呢。人生的际遇，有时候就是很奇怪，老天说不定还有他的安排，也说不定。让我和阿玛再商量一下，和尔泰再部署一下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快安排你和小燕子见面。我先谢谢你。你说紫薇住在你家里，那我所有的故事你都知道了。你唬我吧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五阿哥，你也知道了。嘘，声音小一点，这是何等大事，你还在这儿嚷嚷？你真的不要命了？我已经让我身边的小顺子、小桂子在院外把守，你的小镯子、小凳子在院里把守，明月和彩霞在门外把守。现在这没外人，我和尔泰要你一句真话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格格？你可以完全信任我们。如果我要跟你作对，我就不会来问你了，直接把紫薇送到皇上面前去就好了。紫薇好吗？他骂我吗？恨我吗？他怎么会好呢？那天在街上看着你游行，他追在后面喊，被侍卫打得半死。幸好我哥把他救进府里，进了府到现在，每天都精神恍惚，泪眼汪汪的。他一定恨死我，他一定恨死我了。他说只想见你一面，听你亲自告诉他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还说就算你骗了他，你还是他结拜的姐姐啊。我不是存心的，我不是存心的。难道他的故事是真的？你不是格格，他才是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当时我莫名其妙挨了一箭，病得昏沉沉的。皇阿玛看了我身上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就认定我是格格了。等我醒了以后，皇阿玛对我好温柔，问我这个，问我那个，我就迷迷糊糊起来，然后一堂屋的人跑过来，对我跪下了，大喊：“格格千岁，千岁！”我就昏了头了。天哪，你怎么能昏头呢？这是要诛九族的欺君大罪呀！我没有九族，我就一个人。
颗脑袋。你这个脑袋已经快保不住了。哎呦，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赶快溜出宫去见紫薇一面。如果紫薇肯放弃格格的身份，将错就错，或者还有一条生路。他会肯吗？他不是路远迢迢到京里来，就是为了找皇阿玛吗？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掩护你溜出宫去，出了宫就不要再回来。我给你安排几个高手，保护着你。你连夜逃走吧。那怎么成？宫里丢了一个格格，有多少人要倒霉？你和我也脱不了关系的。难道皇阿玛真的会砍我的头吗？嗯。皇阿玛对我那么好，他怎么舍得杀我？他对你好，是因为他相信了你的故事，以为你是他的骨肉啊。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，他气你恨你都来不及了，还会原谅你吗？那我们还等什么？我去换衣裳，我们马上走，你们等着我，马上带我走。哎，你不要说是风就是雨的。尔太说的对，这样做也不是办法。何况什么都还没安排啊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吉祥！皇后娘娘吉祥！奇怪，你们不在屋里伺候，全部站在外面，是什么意思？儿臣恭请皇阿娘金安。小燕子恭请皇后娘娘金安。臣伏尔泰叩见皇后娘娘。原来五阿哥和尔泰在这里啊！你们三个有什么秘密？怎么把奴才们全安排在门外？我是不是来的不大凑巧啊？哈，皇阿娘多心了。今天书房下课比较早，就喊尔泰到格格这来坐坐，聊聊家常。格格对宫中规矩至今不太习惯，不喜欢奴才们在面前伺候着。是这样，我想我得想个办法，让你对宫中的规矩尽快的熟悉起来。听说格格前晚又大闹皇宫了，还带着武器想翻墙出去，是吗？怎么一点点小事也会弄得人人都知道？皇阿玛不是已经教训过了吗？以后不敢就是了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一个格格半夜翻墙出去，这也叫做一点点小事吗？那么，对你来说，什么才是大事？砍头就是大事啊！听说皇后娘娘很想砍我的头啊！是谁说的我要砍你的头？是谁在我背后制造这种谣言？你说，你说！没人告诉我，是我自己听说的。听谁说的？马上招出来！说！我不要说，说了你也不相信。你给我跪下！赏嘴！皇后，你别弄错，我不是你的奴才，要打要骂都随你便。我可是皇阿玛封的格格，你就是要打狗，也要看主人是谁呀！你竟敢用皇上来压制我！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！今天我就带皇上教训你。容嬷嬷，奴婢在，掌他的嘴，看他说不说。掌！皇阿娘，使不得。你是哪棵葱，居然敢打我！
快叫大内侍卫，统统过来！宫里要清理门户。到，奴才遵命。哇，吉祥！哇，吉祥！哇，吉祥！皇阿玛，刘钦，你干什么这么匆匆跑来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皇阿玛，你最好赶快去素芳斋，皇额娘杀还珠格格。什么？皇上驾到！万岁！臣伏尔泰恭请皇上圣安。你们都起来吧。皇阿玛，我没办法给你磕头，也没办法给你请安了，你快救救我！这儿有一大群人要杀我！皇阿玛，你快救救我！这成何体统？快下来！你要保证我不掉脑袋，我才要下来。丢什么脑袋？谁要你脑袋了？朕保证没人敢伤你。还要保证不处罚？皇上，你不能再这样纵容小燕子了。她礼貌没礼貌，规矩没规矩，水准没水准，教养学问那就更谈不上了。连我的教训，她都公然顶撞，说话不三不四，还制造谣言。我让容嬷嬷教训她一下，她居然出手打人！哎呀，皇阿玛，我快挂不住了！哎呀，挂不住还不下来？有心二太，你们赶紧上去把他弄下来，别让他摔了。战！皇阿玛，我在民间18年，日子过得虽然苦，可是从来没有被人打过一下。今天进了宫，我里头一遭被人甩了个耳刮子。这个格格当得太辛苦了，宫里一大堆人对我不服气，说我来历不明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，恨不得把我五马分尸。皇阿玛，你如果真的想保护我，就让我回到民间去算了吧。你们都下去。啊！是谁甩了他一个耳刮子？回万岁爷，是奴才。容嬷嬷，你是皇后面前的老嬷嬷了。皇后任性的时候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都该劝着点，怎么不劝呢？朕就知道，平时推波助澜、唯恐天下不乱的就是你们。奴才知罪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皇上，打还珠格格是臣妾的命令，容嬷嬷不过是执行而已。皇上这样是在惩罚臣妾吗？朕没有让任何人碰容嬷嬷一下，皇后也会心痛的。对容嬷嬷尚且如此，难道就不能宽容小燕子吗？奴才该死！容嬷嬷，你起来吧。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谢皇上恩典，谢皇上恩典。如果朕不及时赶到，你预备把小燕子怎么样啊？送给宗人府发落。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她只是小孩子，脾气毫无心眼儿。你贵为皇后，怎么能跟一个小孩子认真呢？她犯了什么罪要送宗人府啊？逆罪。皇后，您别生气了，格格粗枝大叶，不懂规矩，可是心眼儿挺好的，对人也挺热心的。进宫这些日子，人缘一直很好，几个小阿哥、小格格都很喜欢她。今天冲撞了您，大概是个误会吧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他计较了，让他给您赔个不是吧。对对对，小燕子，快去给皇后磕个头。磕头就磕头，反正又不会少块肉。皇上，有些话臣妾不得不说，忠言逆耳。如果让皇上不高兴的话，我也顾不得了。这个还珠格格，既然被皇上封为格格，她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皇家风范。假若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情，会伤害皇上的尊严。现在她已经闯下了一大堆的祸，闹出了许多的笑话。
加上他胆大妄为，没上没下，宫里人多口杂，对他的行为早都传得乱七八糟。如果再不严加管教，只怕会成为宫里的大问题，民间的大笑话。今天他敢用这种态度对我，就是不送到宗人府，也该惩罚惩罚，让后宫的嫔妃格格们也做个警惕。皇后，小燕子虽然行为鲁莽，可是她毕竟不是宫里长大的，情有可原。再加上她的率直和天真浪漫，正是皇上最珍惜的地方。如果一定要用礼教来约束她，岂不是把她的优点全部抹煞了？咱们宫里规规矩矩的格格还不够多吗？正是，令妃说的正是朕想说的。这个《还珠格格》既然来自民间，让她保持一点民风不好吗？至于管教，朕也有这个意思，不过不要让宫里的一大堆规矩给吓唬住了，慢慢来嘛。皇上这么说，就这么办吧。臣妾告退。小燕子谢皇阿玛救命之恩，谢令妃娘娘袒后之恩，来生做牛做马，做猪做狗，再来报答你们。你不要太得意了。皇后讲的话是有她的道理的。她是国母啊，你怎么连她也顶撞呢？你这样没轻没重，到处树敌，还时不时的干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儿，你让朕把你怎么办才好？您就多疼我一点，少要求我一点就好啦。你看这个状况，皇阿玛对小燕子不是一点点喜欢，是大大的喜欢。他如果知道了真相，会不会很失望啊？我不知道，这个小燕子真是精灵古怪，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。不瞒你说，我对她已经甘拜下风，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我也何尝不是呢？她的花招怎么会这么多？半夜里会去翻墙，穿着小太监的衣服，跟咱们在宫里就比划起拳脚来了。今天又露了这么一手，你想，容妈妈平常多嚣张啊，去年硬把一个宫女逼得上吊，碰到小燕子，她可栽了。哼，刚才对付皇后那招啊，真是绝倒。哼，我看呐，连皇阿玛都给她弄得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了呢。可是她树下皇后这个敌人，不是很危险吗？我担心的还不止皇后，还有住在你家的那个夏紫薇。小燕子根本是在玩火嘛，她自己已经是内忧外患，却还懵懵懂懂的。我真是替她捏把冷汗，只怕一个弄不好，她就会粉身碎骨。你不要说的那么严重，或者我们可以说服紫薇，让她永远保持这个秘密，将错就错。可能吗？不是不可能。那个夏紫薇啊，高贵优雅，温柔娴静，自有那么一股与世无争的味道。不要夸张好不好？真的与世无争，就不会来北京找皇阿玛了。我不骗你，你不要因为自己喜欢小燕子就轻视紫薇。要知道，紫薇才是你的妹妹哎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见我这个妹妹了。夏紫薇见过武阿哥。我的名字是永琪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们这一辈排行是永字辈。算年龄呢，我比你大了些，应该算是你的五哥了。我已经把所有的下人都支开了，这只有金锁。夏姑娘和武阿哥有话，尽管说。你这一句五哥，虽然只有2个字，对于我却有千斤重。我从济南到这儿，路上走了半年，在北京又折腾了好几个月，想尽办法，到处碰壁。
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亲人，我没办法告诉你，我现在有多么激动。虽然我无缘得到皇上的承认，我依然对上苍充满感恩，因为你已经承认了我。我真没想到，我在宫里多了一个像小燕子那样的妹妹，在宫外还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。我和尔泰一路上都在谈论你和小燕子两个。你相信我的故事吗？你不怕我是一个骗子吗？你不认为小燕子才是真的格格，而我是冒牌的吗？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怀疑了，因为小燕子对五阿哥和尔泰，什么都招了。他招了，他承认了。是，他说情非得已，当时有很多的状况，很多误会，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。他哭了，说是对不起你啊。这种大事，他用对不起3个字就解决了吗？我想，现在我们的传话都没有意义，只有等你和小燕子见了面，才能澄清种种问题。刚才尔泰告诉我，小燕子在宫里出了很多事情，现在已经是危机重重。目前能不能出宫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安排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一定想办法。小燕子一直求我，让我带她出来见你。你知道吗？为了要见你，她半夜翻墙，差点又被侍卫当成刺客打死了。她还带了好多银子和珠宝，说是要送出来给你用的。是吗？是的。紫薇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要求呢？五阿哥，不要这么客气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就直说吧。请不要伤害小燕子。不管现在的事实是怎么样，我都相信小燕子情有可原。事关生死，你还是要3思而行才好。小姐，你不能被我阿哥的几句话就感动了呀。有的事情可以放弃，有的事情不能放弃。小燕子强占了你的地位，抢了你的爹，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你不能为了他，真的隐姓埋名一辈子啊！如果你不伤害他，就是他伤害你，你一定要想清楚啊！金锁，金锁，你真是太了解我了。你真的心软了？你真的想放弃了吗？为了保护小燕子，不惜牺牲掉你自己？哥哥不要了，爹也不要了吗？我没有这样说。可是你心里已经这样想了呀，你不可以这样做的。想想你娘了，你对得起她吗？她收藏了一生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，到了你手里就丢了。现在爹也没有了，你让你娘在地底下都不会安心。不要再说了。金锁，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名分上是主仆，感情上像是姐妹。我的心事逃不过你的眼睛。我知道，小燕子今天对我做的事，你可能比我还气。可是，五阿哥尔康尔泰都说他是情有可原，说不定他真的有苦衷，也说不定啊。我不想现在决定什么，
已经见到一个哥哥了，我不再是举目无亲了。你那个哥哥可是全心全意在帮小燕子呀！你也发觉了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吴阿哥每次谈到小燕子的时候，眼睛都会发光，尔泰也是，他们都好喜欢小燕子啊。我看不出吴阿哥眼睛里会不会发光，我只看到尔康少爷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眼睛里都会发光。灯是不是不够亮啊？我叫明月，再拿盏灯进来好不好？够亮了，够亮了，别吵我。格格，我又裁了一个大摞纸，还要不多裁一点？再裁，再裁。扎。紫薇，我要怎么写你才能了解呢？哎，早知道有一天要写信，应该学认字的。先休息吧，这作诗是挺难的，都快3更了，明天再做吧。啊！你们2个都去睡觉吧，别管我，让我一个人慢慢想。咱们陪格格一块儿想，咱们一点都不累。总算你们2个会说咱们了。咱们这2个字是怎么写的？小燕子给我一封信，她写的信。是啊，好厚的一封信，她再三叮嘱我要我亲自交给你。哎，你不是说小燕子没念过什么书吗？是啊，当初教她写我的名字，教了好多天才会。一直怪我的名字笔画太多了，所以他写信给我，我才觉得好稀奇啊。我就知道小燕子不会骗我，我就知道一定有原因的。她受伤了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她受伤了。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她被箭射到了，伤得很严重吗？你们没有人告诉紫薇，小燕子是抬着进宫的吗？当时啊，4个太医会诊，皇阿玛说治不好小燕子，要太医提头来见呢。治了整整10天才治好的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谁都没有说过。我们以为你知道，我以为我哥告诉过你了。我以为尔泰说过。
居然我们谁都没说过。小燕子是在围场受伤的，我们3个都在场，是五阿哥射中她的。这个经过我慢慢再告诉你。你都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说了些什么？你们可能看不懂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满腹心事从何寄？画个画儿听。小鸟是我，小花是你。小鸟生死徘徊时，小花儿泪洒伤心地。小鸟有口难开时，万岁爷错爱无从拒。小鸟儿糊糊涂涂时，格格名儿已经昭天地。小鸟儿多少对不起，小花儿千万别生气。幻君明珠终有日，到时候小鸟儿负荆请罪，酬知己。就是这样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。所谓格格当如是啊。哇，什么叫出口成章？我今天可是领教了。天下的奇女子，都让咱们给碰上了。五阿哥，谢谢你那箭，射得好。你射的有点古怪哦。一个字都没有，居然有这么多的词儿，也只有你看得懂，真难为你了。难怪你会和他结拜，那只有姐妹才会有这样的心灵相通吧？佛伦有幸能够让一个真格格住在我家，如果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你一定要说。你们不要这样，弄得我不好意思了。接到小燕子的信，我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忍不住就卖弄了一下。你们千万不要笑我，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。我打赌，如果你在皇阿玛身边，他会喜欢的发疯的。哎，怎么？赶快起来！我们怎么担当得起呢？金锁，快传你家小姐起来。小姐一定有事相求，你们就让她说吧。不瞒大家，自从我发现小燕子是格格以后，我对小燕子真是又恨又怨又生气。可是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听你们大家跟我分析利害，我越来越明白，我的存在不止威胁到小燕子的生命，还威胁到很多无辜的人。今天我看到小燕子给我的信，我不再恨她了，也不怪她了。你说过，老天做这样的安排，可能有他的意义。我终于相信这句话。现在的情势，如果我要认爹，可能有2个结果：一个是我爹相信了我，那么是小燕子死；另一个是我爹不相信我，那么是我死。你分析得很对，足以见得你想得非常透彻。无论是我死，还是小燕子死，都是不值得的。上苍既然把小燕子送进宫，让她阴错阳差做了格格，又让她帮我承欢膝下，做了女儿应该做的事，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？
所以，我决定了，从今以后，还珠格格是小燕子，我是夏紫薇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永远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，就是你们各位了。我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永远咽下这个秘密。你快起来吧！你的这番话，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盘旋了一段时间了，只不过没有人敢跟你讲。今天你自己说出来了，我想五阿哥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你能为大局着想，能为小燕子着想，牺牲你自己，你的这种胸襟和气度，我真是太佩服了。紫薇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不会白白牺牲的，老天会给你另一种幸福，一定会。小姐，金锁，你不必帮我委屈。我娘让我带给我爹的东西，小燕子已经帮我带到了。从我爹对小燕子的态度来看，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我娘。我想，我娘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。五阿哥，请你把我的话说给小燕子听。你放心，我会一字不漏讲给她听的。他说的，他真的这么说吗？她真的这么说。小燕子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生在帝王家，家里姑姑多，姐妹多，我是在一群格格中间长大的。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两个格格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紫薇。你的率直坦荡，紫薇的诗情画意，你们两个啊，还真是绝配。看多了我家那些方方正正的格格，真欣赏你这个不在格子里的格格，和紫薇那个玲珑剔透的格格。你不要跟我发表你的格格论了，你只要告诉我，紫薇真的没有骂死我、恨死我、气死我，还把我的信念成了一首歌，你没有骗我吧？我做梦都梦到紫薇要掐死我呢。不骗你，她说啊，她已经原谅你了。紫薇原谅我了，紫薇原谅我了，紫薇原谅我了。我就说过嘛，拜把子有拜假的吗？上元玉皇大帝，下元阎王老爷全都看着的。可是，我还是要把这个格格还给紫薇的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格格还给紫薇的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怎么能把这个格格还给紫薇呢？不用砍头丢脑袋啊！其实我对我自己这个脑袋还蛮喜欢的。哎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你要叫得人尽皆知吗？你才把皇后得罪了，说不定四面八方啊都是皇后的眼线，你还在这嚷嚷。哦，你叫皇后额娘，她是你的娘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她是皇后，我必须这样叫她。我的额娘是于妃，已经去世了。皇后的儿子是12阿哥，不是我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别阿弥陀佛了，如果是的话，还可以帮你讲讲话，不是才糟呢。皇后平常对我就已经忌讳了，现在又多加一个你。皇后为什么忌讳你呢？自古以来，宫闱的请亚都是同一个理由。哼，咱们不要谈这个了。你眼前最大的危机总算有惊无险，只要紫薇放你一马，你就平安了。你安心当你的还珠格格，不要东说西说的，知道吗？说实话，我已经当得不耐烦了，你们赶快帮我想个脱身的办法吧。好，我帮你想一个脱身的办法。没想好以前，你答应我不闹事哦。你和皇后最好不要作对，在宫里有宫里的生存法则，你这样任性，迟早会吃大亏的。嗯？我请求你学着保护自己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好了，我没有给你那一箭射死，就死不掉了。我还真不放心呢。
如果你最后会丢脑袋，还不如当初一箭射死你，免得牵肠挂肚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不要东拉西扯了，你赶快告诉我，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我出宫见紫薇？稍安勿躁。什么安什么躁？你是要我不要急吗？我怎么可能不急嘛？我急得不得了。刚刚皇阿玛还把我叫去了，说明天跟你们一起去书房念书。我一听到念书，一个头要长成2个大了，我哪里会念什么书嘛？大字都不认识几个。还有什么季师傅，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。明天我一定会大出洋相的，怎么办呢？怕什么？有我和尔泰，我们会帮你的。到时候季师傅一定会先考考你，你看我们的眼色就对了，不会让你下不了台的。还要考我？完了完了，我完了。我真的完了。皇上驾到！臣恭请皇上圣安。贤卿不必多礼了。小燕子，快来见过你的季师傅。季师傅知识渊博，才气横溢，想你的《还珠格格》之名，正是拜他所赐。今后朕更要倚重他了。作为你的启蒙之师，你要好好学习。臣贺喜格格玉体康复，今后得以为格格讲书授读，是臣的荣幸。臣自当尽心尽力。季师傅，好说好说。行了行了，就开始上课吧。格格请。今天是格格初次入学，臣想不妨抛开那些又厚又重的书本，做些轻松有趣的事。格格以为如何？那么臣就来出些对子。对子？别怕，臣出的只是2字对，不难。好，臣出的对头是钟鼓，格格请对。钟鼓，萝卜啊？师傅，格格说的是罗伯，锣鼓的锣，铜钹的钹，钟鼓对罗伯，对得很好啊。好吧，那我再出一对，绸缎，格格请对。萝卜。怎么又是萝卜？哼，师傅，格格说的是绫罗的罗，丝帛的帛，用萝卜对绸缎，也没错啊。看来格格只会对对，不会解对，是有陈无数。那么我这第3对就叫陈数。格格请对。萝卜。尔泰，我阿哥，你们还有解吗？哎，师傅，格格说的是罗列的罗，道伯的伯，这罗伯对陈数不是又正好了吗？解得好，解得好啊！小兰呐，
格格身旁高手环绕，看来你得多费点心思了。永琪，你们几个也要收敛点儿，尽做枪手，并不是真正在帮小燕子啊。现在我们来做缩脚诗，总共4句，第1句7个字，第2句5个字，第3句3个字，第4句只限1个字。4句里头，格格随意接哪句都行。请。我先来吧。四四方方一座楼，挂上一口钟，撞一下。嗡！啊！真的吗？我真的接对了。接得好极了，接得妙极了。静。接下来咱们来填诗，我题下半句，听好啊。圆又圆，少半边，乱糟糟，静悄悄。蛙哥，你们可以给格格示范一下。是。15月儿圆又圆，初7初8少半边，满天星星乱糟糟，乌云一遮静悄悄。填得不错，不错。我也示范一下，不能太深。一个月饼圆又圆，中间一切少半边，惹得老鼠乱糟糟，花猫一叫静悄悄。差强人意，格格，试一试吧。不是不行吗？要试，这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。那要是填的不对不好呢？没有关系，不对可以更正，不好可以修饰啊。好吧，是就是。师傅眼睛圆又圆，一拳过去少半边。大家笑得乱糟糟。皇上一哼，静悄悄。花嘛，你别叹气嘛。书本上这些文绉绉的东西，我是外行，可是外面活生生的世界，我可内行了。不相信，我也出个对子，保证你们大家谁也对不出来。好大的口气啊！小兰，你听见了吗？臣听见了，请格格尽管出题。好，听着啊。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角，咩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曲师傅，怎么样？请教格格。这下联嘛，就是水牛下水，水淹水牛鼻，咩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真所谓教学相长也。还珠格格，今日我算是服了你了。博学多才的纪晓岚，居然也有甘拜下风的一天啊！还好，跟紫薇学了这么个对子，把师傅也唬住了。除了我们身上穿的，其他的衣服都已经洗好折好了。好吧，身上穿的只好等回大杂院以后再洗干净送回来。走吧，咱们去向福大人告辞道谢去。哟，你们要到哪儿去啊？正要去大厅看福大人、福晋还你们兄弟2个。我阿玛去拜访傅六叔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尔太进宫去了，也没回来。怎么，有事吗？告诉我好了。我是要向大家道谢，
打扰了这么多日子，让大家为我操心。现在情势已经稳定了，我想我也应该告辞了。我把福晋借我穿的衣裳都洗干净，放在床上了。为什么要急着走呢？难道我们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因为太周到了，我才不安心呢。真的，打扰的太多了，我也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地方？你是说那个大杂院，还是说皇宫，还是你济南老家？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？能不能说清楚？是啊，天下之大，居然没有真正属于我的地方。但是不属于我的地方，我是很清楚的。那大少爷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你有话慢慢跟小姐谈。好。紫薇，我跟你说老实话，我不准备放你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大家，包括我阿哥在内，都或多或少的给了你很多压力，使你不得不委委屈屈的放弃了寻亲这条路。而且，我们明知道你是金枝玉叶，还各有私心，为了保护自己要保护的人，所以就隐瞒了你的身世。所以我们就对你有很多的抱歉，在这种抱歉里，就只好请你把我们家当成你自己的家，让我们对你尽一份心力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其实你们一点都不用对我抱歉，是我自己选择放弃这条路，我也有我想保护的人呢。你们全家对我这么好，我会终身感激的。但是，它毕竟不是我的家，我住在这儿，心里一直不踏实。你还是让我走吧。可是，你的身份还是有转机的，说不定会柳暗花明呢。你住到我们家里，宫里的消息、皇上的情况，甚至小燕子的一举一动，你都马上可以知道，这不很好吗？况且，我们现在正在安排把你送进宫去跟小燕子见面呢。我心里明白，混进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说不定会让福晋和你们都受到责难。在看过小燕子的信以后，我已经不急着跟小燕子见面了。只要大家都平安，就是彼此的福气了。可是，难道你就不想见皇上一面吗？见了又怎样呢？留一点想象的空间给自己，也是不错的。那，你是走定了？走定了。所有留你的理由，你都不要管了。如果我说为了我，请你留下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那么冰雪聪明，你还不懂我的意思？从那天游行的时候，你倒在我脚下，攥住我的衣服，念皇上那2句诗，我就像着了魔了。这些日子里，你住在我家里，我们几乎朝夕相处。你的才情，你的心地，你的温柔，我就这样掉下去了，情不自禁了。我不该说这些话，冒犯了你，尤其你是金枝玉叶，我都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。我现在还算什么金枝玉叶呢？我说过，我只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，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，甚至连一个名誉的家庭都没有。真正的金枝玉叶是你呀，大学士的公子，
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将来也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的金枝玉叶来婚配的。我从小在我娘的自卑下长大，不敢随便妄想什么。如果你可以妄想的，对不起，是我脑筋不清，语无伦次。你把我的话都忘记吧。如果你决定要走，等我禀明了我阿玛和额娘，我送你回大杂院。我留下。你说什么？为了你最后的那个理由，我不走了。我留下。